胰腺癌是一种极具威胁性的癌症，被称为癌中之王，因其难以早期发现和治疗难度大而闻名。为了预防这种病症，我们可以注意身体发出的信号，及早就医。李先生今年48岁，是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他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加班应酬，饮食不规律，也没有时间锻炼身体。他有一个不良的习惯，就是喜欢吃辣、油炸、烧烤等刺激性食物。他觉得这样可以解压，也可以满足自己的口味。李先生从去年开始就感觉自己消化不太好，经常会出现上腹部隐隐作痛、腹胀、恶心、食欲不振等症状。他以为只是因为吃的太多太油腻，或者是因为压力太大导致的。他没有太在意这些症状，只是偶尔吃点消化药或者喝点粥来缓解一下。李先生还发现自己最近大便次数增多了，以前他一天只要大便1次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他每天要大便2-3次，而且大便的颜色变淡了，有时候还会有油渍浮在水面上。他觉得这可能是因为自己吃的太油了，导致肠道吸收不良。他也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只是尽量少吃一些油腻的食物。李先生的夫人王女士是医院的护士，她察觉到了李先生的症状，感到有些不寻常。她了解胰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既有分泌消化液的作用，也有分泌内分泌激素如胰岛素和升血糖素的功能。若胰脏出现问题，将影响消化和血糖的调节，引发各种症状。他怀疑李先生可能患有胰脏炎或胰脏癌，因此建议他去医院检查。李先生认为王女士小题大做，仅是自己胃胃不适，并不需要就医。他自认年轻，不可能罹患胰脏癌。同时，他表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前往医院。他拒绝了王女士的建议，坚持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继续。然而，李先生的症状未有改善，反而日益恶化。他上腹部的疼痛加剧，有时甚至放射到背部，食欲逐渐减退，食物失去了味道，体重持续下降，1个月瘦了10几公斤，皮肤和眼睛开始变黄，状如黄疸。他还出现了疲倦、头晕、心慌等症状。李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得了什么严重的病，于是就跟王女士一起去了医院。医生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包括血液检查、超声检查、CT 扫描、内镜超声检查、组织活检等。检查结果让李先生和王女士都大吃一惊，原来李先生真的是患了胰腺癌，并且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医生告诉他们，李先生的胰腺癌是一种导管腺癌，位于胰头部，已经侵犯了周围的血管和器官，并且已经转移了肝脏和淋巴结。这种情况下已经无法进行手术切除肿瘤了，只能采用化疗或者放疗来控制癌细胞的生长，并缓解一些症状。但是这些治疗手段对胰腺癌的效果都不太理想，并且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医生说李先生的预后不太乐观，最多只能再活半年左右。胰腺癌的预防和诊断。李先生的故事让我们感到惋惜和警醒。胰腺癌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癌症，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它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它的治疗效果不理想。那么，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事情来预防或者早期发现胰腺癌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胰腺癌的具体发病原因还不清楚，但是有一些已知的危险因素可以引起或者增加胰腺癌的发生，比如吸烟。吸烟是胰腺癌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吸烟不仅会伤害肺部健康，还会导致身体很多机能遭受破坏，而吸烟者患胰腺癌的风险也是不吸烟者的2倍以上。吸烟会导致胰腺内部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从而损伤胰腺细胞并引起癌变。因此，戒烟是预防胰腺癌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饮食也会影响胰腺癌的发生。一般来说，高脂肪、高热量、高蛋白、低纤维、低维生素的饮食会增加胰腺癌的风险，而富含水果、蔬菜、全谷物、豆类等富含抗氧化剂和纤维素的饮食会降低胰腺癌的风险。因此，保持一个健康和均衡的饮食习惯，避免过多摄入油腻、刺激性、加工性等食物，是预防胰腺癌的重要措施之一。肥胖也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肥胖者患胰腺癌的风险比正常体重者高出20%以上。肥胖会导致身体内部产生一些慢性炎症和内分泌紊乱，从而刺激或者损伤胰腺细胞，并且增加了其他相关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的发生。因此，保持一个合理和稳定的体重，通过适当的运动和节制饮食来达到这个目标，是预防胰腺癌的有效途径之一。家族史也会影响胰腺癌的发生。如果有直系亲属患有胰腺癌，那么自己患胰腺癌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有家族史的人应该定期检查，及时发现并治疗五种异常或是身体警报。消化不良是胰腺癌最常见的早期症状之一，因为胰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分泌消化液，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如果胰腺受到癌细胞的侵袭，就会影响消化液的分泌和流动，导致消化功能下降，这样我们就会出现上腹部隐隐作痛、腹胀、恶心、食欲不振、饱食感等症状。这些症状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因为吃的太多太油腻、压力太大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消化不良，而忽视了胰腺的问题。大便异常也是胰腺癌的一个重要信号，因为胰腺分泌的消化液中含有一种叫做胰脂肪酶的酶，它可以帮助我们分解食物中的脂肪。如果胰腺受到损伤，就会导致胰脂肪酶的缺乏，使得食物中的脂肪无法被完全消化吸收，而是随着大便排出体外。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大便次数增多，颜色变淡，有油渍浮在水面上，有恶臭味等现象。这些现象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因为吃的太油了，肠道吸收不良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大便异常，而忽视了胰腺的问题。黄疸是指皮肤和眼睛变黄的现象，它是由于血液中胆红素一种由红细胞分解产生的物质过高所致。正常情况下，胆红素会通过肝脏代谢，并通过胆汁排出体外。但是，如果胰腺癌发生在胰头部，就有可能压迫或阻塞胆总管，使得胆汁无法顺畅的流入肠道，而是积聚在血液中，导致胆红素升高，从而引起黄疸。黄疸通常伴有皮肤瘙痒、尿色深、大便颜色浅等症状。黄疸也可能是由于肝脏疾病、胆囊疾病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所以一旦出现黄疸，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找出原因。体重下降是胰腺癌的另一个常见的症状，因为胰腺癌会影响消化和吸收功能，使得我们摄入的食物无法被充分利用，而是被排出体外。同时，胰腺癌还会影响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等内分泌激素的分泌和平衡，导致血糖的异常波动，使得我们的新陈代谢紊乱。此外，胰腺癌还会引起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症状，使得我们吃不下东西。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体重迅速下降。如果我们没有刻意节食或者运动，而出现了明显的体重下降，就要警惕是否有胰腺癌的可能。血糖异常是指血液中的葡萄糖一种由碳水化合物分解产生的物质过高或过低的现象。正常情况下，血糖是由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等内分泌激素来调节的。胰岛素可以促进葡萄糖进入细胞，从而降低血糖，而胰高血糖素可以促进肝脏释放葡萄糖，从而升高血糖。如果胰腺受到癌细胞的侵害，就会影响这些激素的分泌和平衡，导致血糖的异常波动。这样，我们就会出现高血糖或低血糖的表现，如口渴、多尿、乏力、头晕、心慌等。血糖异常也可能是由于糖尿病、甲状腺疾病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所以一旦出现血糖异常，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找出原因。以上就是胰腺癌的5种异常或是警报。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并且及时就医检查，或许就能够早期发现胰腺癌，从而提高治愈率和生存期。当然，预防胰腺癌的最好方法还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戒烟限酒，少吃油腻辛辣食物，多吃蔬果，多喝水，适当运动等。这样不仅可以降低胰腺癌的发生风险，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保持身心健康。胰腺癌并不是无声无息的发展，
而是有一些异常或是警报可以让我们提高警惕。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发现这些异常，并且及时就医检查，或许就能够早期发现胰腺癌，从而提高治愈率和生存期。最后，感谢各位的阅读与支持。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